现在，郭文贵正在美国监狱中等待着明年1月20日最终的量刑宣判。他昔日纸醉金迷、风云一时的生活，如今只剩下一间冰冷牢房与漫长的煎熬时光。或许他偶尔也会问自己是如何走到这步田地的。他出身寒微，却能在官场与商界翻云覆雨。他为了攫取第一桶金，敢于算计父亲的朋友，骗走巨款，害亲弟弟丧命。他打造了郑州第一高楼，却坑得合作伙伴血本无归。他笼络高官，豢养私家武装，在北京上演了一出商战大戏。从凭空变出的摩根财团，到盘踞奥运板块的龙兴盘古大官，他围猎官员为己所用，他暗箱操作鲸吞证券公司，他的发家轨迹离奇复杂，恐怕连刘慈欣都不敢这样写。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郭文贵在逃出中国前都干了哪些惊天动地的事情。郭文贵具体出生于哪一年还真不知道，他有好几个身份证，常用的一张显示他出生于67年，还有一张财新记者找到的香港身份信息，显示是68年。他7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七，七哥这个绰号也由此而来。他文化程度不高，据初中老师回忆，郭文贵不爱学习，经常逃课打架、赌博、追女孩子。1985年，年仅18岁的郭文贵便与日后的妻子岳庆之私奔结婚，不久生下长子郭强。婚后，他凭亲戚关系进入中原油田濮阳办事处当合同工，开始踏入社会闯荡。1989年，文贵父亲的2位好友想从中原油田买一批内部价汽油，郭父郭金福便向朋友举荐儿子，帮忙联络此事。21岁的郭文贵见到2位长辈后，大模大样吹嘘自己有门路搞到内供汽油指标，张口便编出幌子，要办3个证，还得打点关系，先给点好处费吧。他这一通忽悠，先后从2人手里骗得7150元现金。别小看7000多块，在1989年的濮阳绝对称得上一笔巨款，足够买套好房子。郭文贵轻轻松松拿了钱，但他根本搞不到汽油，这场骗局注定穿帮。很快，察觉被骗的郭父朋友报了案，濮阳市公安局立案侦查。不久，2名便衣刑警赶到郭家准备抓人，谁知郭文贵不仅拒捕，还恼羞成怒，对警察动手。他挥拳猛击其中1名警官，双手死死掐住对方脖子，还朝屋里高喊：“抓强盗，快来帮忙！”他这一嗓子引来了懵懂无知的八弟郭文斌。年仅17岁的郭文斌操起菜刀冲出来，竟将1名刑警砍伤，另1名警察情急之下拔枪示警，砰的一声枪响，郭文斌应声倒地，子弹击中了要害。文贵慌了神，赶紧将受伤倒地的弟弟背起送医，然而为时已晚，郭文斌因伤重不治身亡。就这样，一场小小的汽油诈骗案害八弟赔上了性命，也牵连了父亲的2位好友。事后，郭文贵反而给这场家族悲剧涂抹上英雄主义的色彩，称弟弟郭文斌是参加1989年学运时被警察枪杀，而他自己则因为声援学运而坐牢。可惜官方判决书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郭文贵1989年5月28日因涉嫌诈骗被公安机关收审，同年8月19日被正式逮捕，此后一直在濮阳接受调查审理。1991年10月开庭时又追加了一条妨害公务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他哪里来的分身术能跑去北京参加学运呢？从看守所出来后，身败名裂的郭文贵在家乡已混不下去，中原油田里再没人相信这个满嘴跑火车的小子，他不得不拖家带口远走他乡，为自己另谋出路。1992年，郭文贵南下珠海，命运却在此出现转机。他误打误撞结识了一位彻底改变他轨迹的贵人——香港女商人夏萍。这位60多岁的香港零售女王是爱联集团负责人，在商界名气不小。郭文贵凭着口才好，成功应聘进夏萍的房地产公司卖楼，业绩斐然。夏萍很赏识这个精明能干的小伙子，不仅留他在身边当司机、助理，甚至把自己不放心交给亲儿子的物业都交由郭文贵打理。据郭文贵合伙人曲龙的说法，郭文贵和夏萍之间关系并非普通上下级，隐约还掺杂几分暧昧情愫。我手贱拿 Nano Banana 还原来了一下文贵20岁的样子，别说还真帅。就这样，郭文贵时来运转，攀上了人生中第一座大靠山。抓强盗啊！
夏姐，我最近楼卖的不错吧？不错不错，小郭你长得越来越帅了哦，要不要来我房里做我的司机？哎呦，夏姐别捏我屁股，这还有人呢。你就别装了，你狱友和我介绍过你，说你很润。夏姐，你好坏。晚上等你。彼时，夏平正筹划进军中国内地地产市场，恰巧郭文贵的三哥郭文奇在郑州公安系统任职，透露给文贵郑州市政府家属院危旧房改造项目即将启动。郭文贵立刻将这一消息报告夏平，于是夏平携手台湾富商林鸿道，在郑州合资成立裕达置业公司，以港资名义参与竞标市政府家属院微改工程，仰仗港商的金字招牌，裕达置业于1994年顺利拿下项目土地使用权，规划兴建日后的郑州裕达国贸大厦。郑州裕达国贸大厦被誉为中原第一高楼，总投资约16亿元。然而那时的郭文贵不过是替夏平和林鸿道跑腿的小经理，两位老板看他干练可靠，便将各自股份都交由郭文贵代为管理，让他挂名出任裕达置业副董事长，并口头承诺大厦建成后会酌情奖励他一部分股份。就这样，郭文贵靠着贵人提携，从一文不名的缓刑犯一跃踏上了数亿元项目运作的一线舞台。在裕达国贸项目上，郭文贵第一次暴露出贪婪本性。项目一开工，他就家族式腐败上身，监守自盗，悄悄把自己6个兄长全部安插进工程承包链条，在各环节层层吃回扣。土方工程阶段，他雇本地车队挖一方土，成本仅1元，却报价4元。郭家的哥哥弟弟们自组车队承包施工，3倍差价尽数进了郭家腰包。建筑安装阶段，他对外声称要采用进口高档建材，背地里却偷偷换成廉价国产货。这些手段让郭文贵在裕达项目中鲸吞了高达10亿元的资金，16亿投资款被他左手倒右手洗走大半。裕达项目资金链很快被抽空，最后不得不从最初预算的16亿一路追加到26亿，资金黑洞越滚越大，外资股东一时间也难以填补。裕达大厦虽然勉强封顶开业，但要债的承包商早把办公楼门槛踩破，裕达负债累累，一度濒临崩盘。走投无路之际，郭文贵想起了在裕达项目奠基仪式上结识的郑州市委书记王有杰。裕达国贸是王有杰引进的项目，他曾亲自出席招商发布会，为项目站台背书。郭文贵敏锐地嗅到这层关系，借机在发布会当众大夸王书记是郑州的救星，没有王书记就没有郑州的今天。这一通彩虹屁拍得王有杰心花怒放，对郭青睐有加。郭文贵趁热打铁，投其所好，他在裕达酒店顶层架起高倍望远镜，每天观察市政府大院动静。一见王书记下班回家，立马打电话嘘寒问暖：“书记辛苦了，我这里请了香港名厨，特地给您煲了汤，您务必赏光。”几次盛情难却，王有杰偶尔也会前往裕达酒店吃吃喝喝，两人渐渐熟络起来。光靠阿谀奉承还不够，郭文贵很快祭出更厉害的迷魂阵，编造更高层的背景人脉来唬王有杰。他吹嘘某某中央首长每次来郑州开会，都是我全程招待呢，他们都住我裕达酒店。王书记您前途无量，就交给小弟我照顾吧。有次郭文贵特地把王有杰请到自己在北京后海的四合院豪宅吃饭，席间借故请王书记避开，称有领导家属来我这儿游泳。等王有杰再出来时，郭满脸得意地炫耀：“刚才一位大领导的夫人来我这儿游泳了，临走前还亲手给我削了个苹果呢。您看我有这样的关系网，您日后高升还用发愁吗？”王有杰将信将疑，却也被唬得飘飘然。王有杰开始相信郭背后真有通天背景，这一切铺垫都是为了最后关头有所求。郭文贵此时腹背受敌，裕达项目被他抽血太狠，导致资金链断裂，又有上百起拖欠工程款的官司缠身，眼看就要彻底垮掉。他索性向王有杰求助：“书记，您可得救救我呀！裕达要是黄了，对郑州形象多不利啊！”王有杰此时早把郭当成了自己人，在王书记批示关照下，郑州工行批了裕达置业6亿元贷款。贷款到手，郭文贵转身就去向夏平和林鸿道邀功：“裕达项目能救活，我功不可没。两位老板该兑现承诺，赏我点股份吧。”两位投资人见项目暂时渡劫，也愿意对他有所表示，当场同意事后划给郭文贵部分物业作为奖励。谁知郭文贵立马假意谦逊推辞：“我就是个帮忙的打工仔，不敢居功，主要资产都抵押贷款了，不如把没用的边角料留给我吧，地库、设备层、电梯间之类的。”夏平、林鸿道见他只挑这些不起眼的资产，反而更放心，对这小兄弟更加信任。孰料郭文贵满脸憨厚的背后，正盘算着如何将这些边角料变成日后翻盘的王牌。转眼郭文贵就翻脸露出獠牙，他纠集一帮当地地痞打手，占据了裕达大厦电梯机房、地下车库、出入口、大堂等要害部位，把大楼的供电、电梯等命脉牢牢控制在手。
短短时间内，原本堂皇气派的商业写字楼被他搅得乌烟瘴气，无人敢租，俨然变成一栋鬼楼。夏平见状又气又怕，加上他与郭之间那层剪不断理还乱的特殊关系，也不敢撕破脸，最终选择抽身退出。他和林鸿道将各自股份转让给郭文贵，要求郭分期偿还投资款后双方两清。然而郭文贵一分钱没退，夏平和林鸿道最终黯然离场，损失惨重。郭文贵通过一系列阴招阳谋，摇身一变成了郑州裕达国贸大厦的新主人。偷来的第二桶金终究埋下报应的种子。郭文贵的三哥郭文奇就在裕达酒店开业后不久暴毙于酒店桑拿房内，八弟枉死，三哥身亡，公司又债台高筑。郭文贵每攫取一笔财富都伴随着血光之灾，他自己也开始变得草木皆兵，走到哪儿都带着10几个保镖，甚至上厕所都要手下守在门口。他害怕骗外商、骗供应商黑账被翻出，债主和仇家随时可能找上门清算。然而一边是极度恐惧，一边却是难以遏制的贪婪野心。郭文贵宛如脱缰野马，明知前路悬崖，仍是一路狂奔。终于东窗事发的时刻来了，被郭文贵坑惨的台湾富商林鸿道不甘血本无归，通过菲律宾总统府的关系写信，直接向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举报郭文贵涉嫌诈骗外商投资款。朱总理对这封举报信相当重视，批示彻查此案，一时间风声鹤唳。郭文贵闻讯大惊失色，面对山雨欲来的调查，他的第一反应是连夜收拾行李，带着妻小仓皇出逃海外。直到风声稍缓，他才通过赔付部分款项，将刑事案件摆平为民事纠纷，才得以回国。他后来通过变卖转让、裕达物业、举债等方式补偿了夏平和林鸿道部分损失，但仍有大笔债务未还。不管怎么说，这标志着郭文贵第一次靠跑路成功逃过一劫。这一招此后被他反复运用，成了屡试不爽的保命套路。今天的夜空真是格外的美丽，只有这种高雅的夜空才配得上我这种高雅的人士。尊敬的郭七哥文贵先生，我很抱歉这么晚打扰您，可是那位姓夏的女士又来找您了。哪个鳖孙教你这么说话的？嫩左个叫俺这么说的吗？嫩说别人书里都这么说，克洋切咧。对，咱现在是文化人。刚刚那个事儿，其实在这个孤独的早晨，我更愿意一个人享受这份孤独，不愿意不相关的人打扰。现在是半夜呀。这是啥？刚倒完说话就是高级。嫩瘪了句啥？快去，让那老娘们赶紧给我滚！种。郭文贵此次能平安回国，离不开一位大靠山，时任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王有杰的暗中活动。作为郑州一把手，王有杰对郭文贵一直轻言有加，觉得他讲义气，靠得住。然而王书记万万没想到，自己辛苦扶持的小兄弟早已在他脚下挖好一个坑等他跳。在帮郭文贵搞定6亿元贷款后，王有杰一家已被郭文贵牢牢套住。郭非常清楚裕达经营不善，这笔巨额贷款注定成为坏账，届时王有杰难辞其咎。于是郭文贵暗中对王氏父子施展釜底抽薪的操控术。他先引诱王有杰之子王凯到自己公司任职，许诺将裕达股份的一半送给对方，以此换得王家父子上千万的象征性投资款。钱一到手，郭文贵根本不打算兑现承诺股份，反而准备扳倒这座曾庇护自己的大靠山。2006年前后，全国掀起新一轮强力反腐风暴。郭文贵心知东窗事发只是迟早的事，便抢在中央调查组进驻河南之前出其不意，揭开王家的老底。他将王氏父子受贿行贿的证据整理好，匿名递交中纪委，直接导致王有杰案发。这位郑州昔日一把手最终被判死缓。郭文贵借刀杀人，成功除掉了将来可能拖累自己的保护伞，又逃避了对王家的所有承诺，可谓一箭双雕。被郭文贵围猎的高官绝不止王有杰一人，河南省交通厅厅长石发亮更是典型代表。早在2001年，石发亮就被人用美人计下套。他在裕达酒店与一名年轻女子幽会时，房内早被郭文贵的人装了针孔摄像头，全程拍下不雅视频。郭文贵握住石厅长这柄利剑，要挟他听命行事。石发亮按照郭的授意，指使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远高于市价的价格购买裕达国贸写字楼。当时郑州高档写字楼售价每平米不过5、6千元，石发亮竟让中原高速按每平米1.4万元向郭文贵接盘。就凭这等权色交易，郭文贵又大赚了一笔。而被郭文贵类似方法套路的官员远不止石发亮一人。在河南呼风唤雨的那些年，郭文贵的恩人贵人几乎无一善终。王有杰、石发亮锒铛入狱，夏平原走香港，林鸿道铩羽而归。
而郭文贵的胃口却有增无减，很快把目光投向中国权力与财富更集中的心脏北京。完成河南的原始积累后，他决意北上，将狩猎场移至京城，准备上演更加惊心动魄的大戏。世纪之交之际，尝足权钱交易甜头的郭文贵并不满足于中原一隅，他渴望更大的舞台，也需要更强有力的保护伞，于是毅然进军首都北京。出入京城，郭文贵四处寻找新靠山，他通过著名小品演员朱时茂搭上了一些北京政商两界的人脉。1998年，郭文贵与朱时茂合资成立了北京文茂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想以此为敲门砖混入上流圈子。然而朱时茂虽在演艺界声名显赫，却并无太大实权。郭文贵忙活许久，也没拿下什么像样项目。碰了几回壁后，决定故技重施，如法炮制当年在郑州的骗局，再抬出一个杨大人来唬人。郭文贵悄悄在美国注册了一家皮包公司，起名 AC 摩根。摩根在金融界是如雷贯耳的显赫姓氏，代表着顶级资本财团。他让这家假摩根出具授权书，委托北京文茂公司作为其在华投资代表。一个假北京摩根就此横空出世，摇身变成世界头号金融财团入华的前台代表。于是郭文贵大摇大摆找上北京市朝阳区政府寻求合作。朝阳区政府自以为喜迎国际资本，毫无戒心地将一块奥运板块的黄金宝地拱手送出。2002年，郭文贵旗下的摩根投资以总价3.6亿元拿下这块地，折算每平米地价不到860元。紧邻奥运村的风水宝地竟被他按白菜价捡了去。郭文贵只支付了 15%，5400万元出让金，剩余 85% 允诺半年内缴清。拿到奥运场馆旁这块绝佳宝地后，郭文贵踌躇满志地规划起庞大的摩根中心项目，号称要打造北京北中轴线上最高端的城市综合体。郭文贵似乎想复制一个帝都版裕达大厦，向世人证明他不只是地方枭雄，也是叱咤京城的地产界的神。然而北京不是郑州。2003年，随着奥运工程规划调整，郭家的摩根中心因体量过大、造型土气，被市规划委勒令修改设计。郭文贵不得不多次调整方案才勉强过关。此后项目推进又不给施工总包北京建工集团钱，之后2003年底工程一度停工，摩根中心很快成了远近闻名的京城第一烂尾楼。屋漏偏逢连夜雨，2004年国务院下令清理全国土地出让遗留问题，要求8月31日前处理完历史协议出让用地，否则将收回土地。郭文贵的摩根中心此时已停滞近1年，眼看8月31日大限将至，项目危在旦夕，他四处托人活动，向市国土部门表达愿意补其地款的诚意，却碰了一鼻子灰，对方拒绝受理，理由是郭文贵与施工单位的合同纠纷尚未解决。最终2005年10月，北京市国土局以未按期缴清土地出让金为由，正式收回了摩根中心的土地使用权。当时摩根中心的公寓和酒店主体结构其实已封顶，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土地被政府收回另行拍卖。2006年5月，北京国土部门公开挂牌拍卖这块黄金地皮，摩根中心地块重新入市，起拍价 9.91 亿元，引得各路地产大鳄虎视眈眈。最终北京首创置业和广西阳光集团组成的联合体以 17.6 亿元高价竞得，将项目收入囊中。郭文贵眼看煮熟的鸭子飞了，心急如焚却无计可施。仅仅过了半个月，风云突变，郭文贵意外打开了一只属于他的潘多拉魔盒。2006年6月9日，北京市副市长主管奥运工程的刘志华被中纪委突击双规审查。6月16日，刚刚接手摩根中心项目的首创置业董事长刘晓光也在首都机场被带走，协助调查。紧接着，北京奥运工程副总指挥金燕亦宣告落马。短短数日内，一连串震动京城的官场地震背后，站在幕后一剑封喉的正是郭文贵。原来刘志华案发并非偶然，而是一场精心布局的复仇。摩根投资被逼入绝境后，郭文贵孤注一掷，上演了一出借刀杀人的好戏。他和时任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助理马建暗中搜集刘志华的权色丑闻，并将其写成检举材料呈递中央。郭文贵再次使出偷拍大法，掌握了刘志华与情妇开房的视频，并称此视频是境外势力拍下欲用于抹黑。由于刘志华分管北京所有奥运工程，身份敏感，高层下令彻查，一查之下，果然牵出刘副市长巨额贪腐和权色交易的问题，包括此前5月摩根中心项目被他情妇假借首创名义夺标的内情。真相大白，刘志华应声落马，锒铛入狱。刘志华倒台，首创被迫放弃刚到手的项目，摩根中心遂回到郭文贵手中。他顺势将项目更名为盘古大观，总算绝境逢生。这记惊心动魄的绝地反击令京城政商两界无不啧舌。
谁能想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外地商人竟能玩出如此借力打力的狠招，借刀攻权，除掉党路的副市长，成功夺回奥运黄金地段的项目。这场黑白勾结的密谋可谓一石三鸟。郭文贵报了仇，夺回盘古大关，马建立了功，帮中央揪出腐败高官。更重要的是，两人因此结成攻守同盟。郭文贵出场以黑制黑的甜头，胆子更大了。马建也意识到暗中干预经济纠纷有利可图，为日后更大胆的权钱交易埋下伏笔。不过刘志华案闹的北京官场人心惶惶，郭文贵也明白自己从此树敌无数，不宜再抛头露面亲自经营盘古项目。他决定暂时韬光养晦，把前台老板的位置让给自己的心腹兄弟屈龙。2008年5月，郭文贵安排屈龙出任证券置业执行董事，替他打理盘古大关和另一个地产项目金泉广场的日常经营，自己则退居幕后，每年保证给屈龙不低于500万元干股分红。一时间，两人配合默契，表面情同手足。然而好景不长，随着郭文贵凭借马建等人的庇护，陆续拿下更多项目，他最终露出本性，与屈龙反目成仇。2008年前后，郭文贵已积累巨额财富和强大后台，开始将触手伸向更肥美的领域——金融证券业。相比房地产，金融市场更贴近现金流，腾挪空间更大且隐蔽。他瞄上的猎物正是民族证券。2009年，郭文贵实际控制的证券置业便以2.91亿元价格从石家庄市商业银行购得民族证券 6.81% 股份，成为第4大股东。当时民族证券大股东是首都机场集团，第2大股东为东方集团。两大股东对这家小券商兴致缺缺，证券得以低价入股，这背后正是屈龙替郭跑腿运作的成果。不过这仅是郭文贵金融劣局的序幕。据屈龙后来披露，郭文贵得知首都机场集团打算整体转让民族证券控股权时，便和升任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的马建，有河北王之称的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张跃等人密谋，准备以国家安全之名将股权收入囊中。一开始，郭文贵让好友民族证券监事鲍某和国安部处长高辉出面，以国安委托的名义和首都机场集团接洽，但机场集团以收购方无证券从业资质为由拒绝合作，首战不利。郭文贵并未死心。2009年底，在马建和张跃的双重撑腰下，郭文贵祭出杀手锏，马建以安全部名义出面协调，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出具公函，要求设置排他性条件。张跃则动用政法系统力量向河北国资委、河北银监局等单位施压，双管齐下，效果立竿见影。2010年12月，首都机场集团挂牌转让其持有的 61.25% 民族证券股权，设置了一系列近乎量身定制的苛刻门槛，结果无人敢报名接盘。具有优先购买权的股东中，只有证券置业一家提交受让申请，最终以16亿元低价笑纳了这笔控股权。此次交易的市净率甚至比前一年折价近一半。外界原以为东方集团会出手竞购，其董事长张宏伟原本确有意接盘，却被张跃在背后动了手脚吓退。在正式交易前，张跃手下人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将张宏伟从北京带到河北秘密拘押4天，对其威逼恐吓。最后张宏伟不得不妥协，回京后立刻向郭文贵指定账户转入1亿多元封口费，放弃了对民族证券股权的竞争。同时在2008年前后，郭文贵还让屈龙经手了一桩蹊跷收购，为两人日后的反目埋下伏笔。这年6月，郭文贵盯上了天津华泰控股集团，该集团持有上市公司金斌发展 1.8 亿股股票，市值数亿元。当时天津华泰大股东赵云安因涉嫌挪用资金被捕，其家属四处托关系捞人，找到了郭文贵的代理人于某。郭文贵见有利可图，立刻以活动关系救人为由，将赵云安家族持有的约 73.2% 天津华泰股权纳入囊中。他的计划很清楚，一旦控股天津华泰，便可调用其账上数亿元现金为己所用。在收购天津华泰过程中，郭文贵让屈龙等人替他代持股权，他自己抽走华泰账户上4亿多元资金，却迟迟未按约定向赵家支付股权转让款。眼看自己目的瞒不住，他干脆将华泰股权转到屈龙名下，由屈龙出面与赵家重签协议，承诺由屈龙完成收购，相当于让屈龙替他背锅。出人意料的是，华泰公司投资的一座木矿后来被发现潜在价值高达上百亿元。郭文贵闻讯后眼红不已，迫不及待想将天津华泰重新抢回自己手中。他编了个理由向屈龙施压，谎称中纪委某领导帮了忙，华泰公司得转赠给那位领导以示感谢。屈龙此刻已经看穿郭文贵的计谋，直接戳破道：咱们合起伙骗别人就罢了，可别自己骗自己，你要这公司就直说。郭文贵一听恼羞成怒，两人大吵一架，从此这对曾共患难的兄弟彻底决裂。2010年底至2011年初，屈龙先后以实名向国家安全部纪委和中纪委举报郭文贵，揭发他和国安部副部长马建
处长高辉及中纪委内鬼利用公权力疯狂敛财的黑幕。其中屈龙重点举报了郭文贵收购民族证券过程中违法违规，致使巨额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这封举报信无异于向郭文贵集团宣战，一下捅到了郭及其后台马建等人的痛处。然而令屈龙没想到的是，他递交上去的举报材料竟落入了被举报人马建手中。2011年初，郭文贵突然给屈龙打电话，语气阴森：“你敢告我，找死是不是？看你还能蹦跶几天？”屈龙听完只觉一阵寒意。郭文贵已知悉自己举报之事，这意味着一场腥风血雨即将到来。2011年3月31日傍晚，北京东四环上演了一幕惊心动魄的抓捕大戏。屈龙驾车行至姚洼湖桥附近某饭店院内，冷不防被几辆车前后夹击逼停，10余名大汉一拥而上，将他团团围住。屈龙意识到情况不妙，锁死车门，拨打电话报警，怎料手机信号已被屏蔽，他拒不开门，对方竟砸碎车窗，撬开车门，将屈龙强行拖出，塞进另一辆车，随即押离现场。场面之惊险，堪比电影桥段。而导演这一出大戏的正是郭文贵。事后查明，当天带走屈龙的人包括国安部某局处长高辉、郭文贵的多名保镖，以及河北承德市公安局的10多名警察。他们给屈龙罗织的罪名是涉嫌非法持有枪支，当夜便将他押解至河北承德异地关押。屈龙在劫难逃。当屈龙妻子闻讯赶到现场时，只见丈夫座驾车窗尽碎，玻璃碴满车，副驾驶座上甚至遗留着砸窗的砖头。屈龙被劫持次日，郭文贵便迫不及待赶赴相关部门，以超低价办妥了首都机场集团所持民族证券股权的过户手续。至此，他如愿以偿将民族证券收归囊中，让这家券商成为日后源源不断为其输血的提款机。除掉屈龙后，郭文贵更是斩草除根。同年5月6日，屈龙原先那桩子虚乌有的非法持枪案被改头换面，正式批捕为职务侵占罪。经过一番黑箱运作，2012年4月，河北省围场县法院一审以职务侵占罪判处屈龙有期徒刑15年，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郭文贵已如愿将民族证券牢牢攥在手中，准备伺机而动，套现离场。而与此同时，北京金融圈的巨头北大方正集团也盯上了这块肥肉，双方一场明争暗斗的资本大战即将上演。2013年，中国资本市场酝酿着一场空前的并购大戏。北大方正集团计划让旗下方正证券收购郭文贵掌控的民族证券。方正集团 CEO 李友背景显赫，与令计划来往密切。郭文贵则倚仗马建、张悦这些国安系统和政法系统高官，手眼通天。起初，两位各取所需，一拍即合。郭文贵缺资金，李友就让方正信托借给他80亿元输血。合并谈判中，双方一起对外编造利好消息，哄抬股价，轮番收割股民韭菜。哪料好景不长，在合并后金融版图的控制权问题上，两人很快暗生嫌隙。李友察觉郭文贵并非省油的灯，生怕政权系日后尾大不掉，而郭文贵也不甘屈居人下，更不愿白白交出煞费苦心弄到手的证券公司。双方在台面下开始明争暗斗，勾心斗角，达到白热化。终于，矛盾在2013年冬天公开爆发，曾经把酒言欢的盟友反目成仇。2013年12月19日，郭文贵突然被中纪委带走约谈，调查焦点直指民族证券并购案中的种种猫腻。这次行动来得突兀，显然是有人在幕后告发。郭文贵大感意外，却也无计可施，乖乖接受调查。不过他毕竟背景深厚，不到3天便被放了出来。郭的靠山马建通过自己姐姐，时任监察部部长兼中纪委副书记马文从中斡旋，使郭文贵在12月22日获释。郭文贵表面逃过一劫，但明显他已不再安全。他已察觉这场针对自己的调查多半是来自李友的运作。为了避开风头，他当机立断，于数日后匆匆从北京首都机场搭机飞往香港，开始了最后一次仓皇出逃。郭文贵怎会善罢甘休？暂避风声的他躲在海外远程遥控，掀起一场惊心动魄的反击大战。2014年下半年，郭文贵连发多封公开信，连续爆料李友和北大方正集团涉嫌多项违法违规操作。而李友这边也深知郭文贵底细，也不甘坐以待毙，同样秘密向中央有关部门举报郭文贵及其后台马建、张悦等人的问题。你来我往之间，两人大打出手，互揭家底，把对方的黑料捅了个干干净净。2014年12月19日凌晨，北京大学博雅国际酒店上演了戏剧性一幕，几辆挂着外地牌照的警车呼啸而至，7、8名外省警察突袭酒店抓捕李友。慌乱中，李友的保镖竟与警方打了起来，而李友则趁乱穿着睡衣从其他通道仓皇逃脱。被逼到绝境的李友索性鱼死网破，
躲藏期间亲笔写下一封长达几十页的检举信，直接呈送中央高层，详尽揭发了郭文贵及其背后马建等人的种种违法行为。这封信成了压垮郭文贵的最后一根稻草。几天后，李友还是难逃法网，被有关部门缉拿归案。虽然被李友折腾得够呛，但是马建还在。2014年前后，在国内余晖尚存之际，郭文贵趁着靠山未倒，又精心策划了他在中国最后一个宏大的资本骗局。他忽悠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室和他成立了中阿共同投资基金，简称 ACA。这一次，他给自己戴上了一顶唬人的红帽子，把自己包装成代表国家利益的红色权贵，想欺骗一国王室巨资，为自己预先铺好海外退路。这个诡计的灵感可追溯到2012年，当年温家宝总理访问阿联酋时，提出了成立中阿联合投资基金的构想。然而官方推进较慢，但是郭文贵迫不及待，决定提前下手，玩一出李代桃僵。2013年，郭文贵通过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搭上了阿布扎比王室人脉。郭文贵早年结识了布莱尔夫妇。2013年，布莱尔担任中东事务特使期间，竟带着郭文贵乘坐私人飞机访问中东。有了布莱尔牵线，郭文贵得以结识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等酋长家族要人。他瞅准机会，开始替阿布扎比王室在中国跑项目，来获取他们信任。当时中国有很多和国外合作的跨国投资计划，郭文贵便谎称自己受中方委托，在运作阿联酋中国共同基金。马建也在旁为其撑腰造势，使郭身上笼罩着一层神秘的官方背景光环，成功迷惑了国外投资者。就这样，郭文贵从阿布扎比王室处募集到了约30亿美元巨资。2014年，郭文贵在香港注册成立一家名为阿中资本的基金公司，首期募资30亿美元，全部来自阿布扎比方面，由郭文贵作为基金管理人全权掌控。拿到钱后，郭文贵立刻将这笔海外资金辗转腾挪回国内，用于大举收购金融资产，扩张自己的资本版图。2014年5月，他授意瑞银替他洽谈，由阿中基金出资10亿美元，参与海通证券 H 股定向增发。2015年5月 ，ACA 基金砸下巨资配售海通证券 H 股，一跃成为海通证券港股第一大股东。若此举成功，郭文贵将变身手握上百亿美元的国际投资大鳄。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15年6月，中国 A 股爆发股灾，海通证券股价暴跌，郭文贵借 ACA 豪赌的5亿美元瞬间化为乌有。更要命的是，阿布扎比方面很快发现郭文贵擅自将巨额基金资金挪作他用，购买私人飞机、游艇和全球各地豪宅供自己享受。郭文贵偷龙转凤的把戏再也维持不下去。2014年对于郭文贵而言是命运的分水岭。随着李友的鱼死网破和阿布扎比基金骗局的败露，郭文贵苦心经营多年的政商帝国顷刻间土崩瓦解。2015年1月7日，郭文贵最大的靠山国家安全部常务副部长马建被中央纪委专案组带走审查。随着这柄横行多年的尚方宝剑折断，郭文贵织就的权力关系网全面崩盘，政权控股资产被冻结，盘古大观和裕达国贸相继被查封，他的一众亲信纷纷落网。紧接着，和王岐山颇有渊源的媒体财新开始连续发文，将郭文贵与马建的勾结黑幕、盘古会权钱网络、夺股争斗等内情全盘抖出。郭文贵昔日引以为傲的发迹轨迹被曝光在聚光灯下，连篇累牍，震惊舆论。他仓皇出逃海外时，或许没想到这场荒诞离奇的大戏远未落幕，更高潮迭起的第二季才刚刚拉开帷幕。在下一集中，我们将看到中国当局如何围猎逃往海外的郭文贵，这位每逢大难总能先知先觉、抢先开溜的逃跑大师，这一次又将如何应对更加凶险的反击？一切才刚刚开始。我亲爱的席维尼竞平，纽约在下雨。别犯傻了，过七哥文贵，纽约下雨很正常。他走了吗？走了。我刚刚和你说的事，你想好了吗？想好了，我愿意出国，把那些反贼的钱都给你骗过来，让他们变成穷鬼，饿死他们。行，党和人民，当然还有我，都不会忘记你的伟大的贡献的。